美伊战争其实是特朗普重塑中东秩序的一步棋。在美国优先战略下，他想要的是哪怕美国减少直接投入，中东也能自行运转的安全架构。为此，他大搞军售，把以色列扶植成地区军事支点，推动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。整套剧本的核心逻辑只有一个：把伊朗塑造成地区公敌，让整个中东围着这个压力运转起来。伊朗很清楚自己已经被困死在了这个角色里，索性不逃了，主动扩大冲突范围，提高美国战争成本，要和美国打一场消耗战。现在最不希望美国撤军的，恰恰就是伊朗自己。那么现在的美国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能否重塑中东秩序？根据 CNN 报道，中央司令部正在重新评估当前对伊战略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五角大楼发出了一封邮件，寻求更有创意、非常规的方式来施压和惩罚伊朗。所以谁有好点子都可以提。众筹求思路，这种方式在美军之中并不常见。折射出的现实是常规选项快用完了，看起来美国似乎真的拿伊朗没办法。事实上，这封邮件透露出的信号并不是美国不会打，而是美国并不满足于继续炸。对于美国来说，在传统的军事意义上击败伊朗并不困难，真正困住美国的是怎样用最低成本建立未来几十年的中东秩序。要理解美伊现在的局势，我们必须回到2月28日。那一天，美伊联军发动了上百次空袭，目标覆盖德黑兰在内的多个地点。首轮打击的战果放在任何一场现代战争里都堪称教科书级别。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、前国防部长阿米尔·纳希尔扎德、前革命卫队指挥官穆罕默德·帕克普尔等多名高官全部在首轮打击中丧生。伊朗最核心的一场权力会议反而成了美军最理想的一果断目标。美伊的情报系统远程打击火力在这一轮打击中充分证明了自己。单纯从惩罚和震慑的角度看，特朗普完全可以在这里宣布胜利。伊朗最高权力中心被击穿，军队指挥体系、海空力量遭到重创。全世界都看清楚一件事：美国有能力在短时间内瘫痪一个地区大国的心脏。剩下的工作根本不必继续大量耗费昂贵弹药，交给财政部就够了。2025年全年，OFAC 已经制裁了伊朗超过875名个人、船只和飞机。2月28日开战以后，制裁持续加码，伊朗的走私、海外军购网络被一点一点砍掉。伊朗在战场上被炸掉的东西，想要重建就得花钱。然而卖油的船被盯住，收钱的账户被堵住，提供零部件的中间商还要面对美国的2级制裁。伊朗固然可以任命新的高层，却很难凭一纸任命变出新的外汇收入、新的零部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伊朗迟早被经济封锁勒死。然而特朗普没有选择停手，给出的原因是伊朗的核武器，最关键的是他想要一劳永逸地重塑中东秩序。如果此时停手，伊朗迟早死灰复燃，那之前的炸弹就白扔了。所以他选择继续和伊朗对峙，借此机会继续搭建他心中的中东战略联盟。要看清楚特朗普，必须基于他的那套美国优先战略来看。按照他的想法，美国不能做免费的安全警察，海湾国家必须承担更多安全责任。所以2018年的时候，特朗普就在考虑一个中东战略联盟的构想，成员包括美国、海合会6国、埃及和约旦。联盟的核心目标就是建立区域反导体系，共同抵御伊朗。这个想法后面没能推下去，但是他应该从未放弃过这个构想，因为他后续的所有动作都指向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建立一个即使美国减少直接投入，也能维持运转的地区安全架构。在这个架构里，中东各国有一个公敌，也就是各国的压力源伊朗。要对抗公敌，手里就要有武器，军售就是最直接的抓手。2025年5月13日，特朗普第2任期的首次出访选了沙特，在利雅得皇家宫廷的镀金大厅里，他和沙特王储本·萨勒曼签了一份军售协议，高达1420亿美元。白宫称之为两国历史上最大的防务合作协议。协议覆盖了空军和太空、防空反导、海上安全、陆军现代化、通信和系统升级等多领域合作。然后又去了卡塔尔和阿联酋，这2个国家也不遑多让。卡塔尔签下10亿美元的美制反无人机系统，以及接近20亿美元的 MQ-9B 无人机协议，还有给乌代德空军基地等美军设施投资10亿美元。阿联酋则是狂买 CH-47F 直升机，6架直升机及配套系统就花了超13亿美元。最重磅的是，阿联酋还跟美国搞起了 AI 合作。光是这一趟，这3个国家就给美国提供了接近3万亿的经济与防务合作承诺。等到美伊战争一开打，军售彻底提速。
3月19日，美国宣布紧急状态，绕过国会审批，仅当天就批准了至少165亿美元的外国军售。此后基本就没停过。到5月中旬，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，美国自3月19日以来，已批准超过410亿美元的紧急军售给海湾国家，其中约一半是爱国者拦截弹。一边增强盟友，一边让盟友分摊驻军和基地成本，一边把订单送进美国工厂。毫无疑问，这个思路很符合美国优先战略。军售之外，是打造地区军事核心以色列，也就是主要对抗伊朗的角色。2021年9月，以色列正式列入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。从那一刻起，美以军事一体化的速度就在加快。2025年12月4日，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，以色列被定位为美国新中东架构中的核心伙伴。这一番动作下来，以色列不仅仅是盟友那么简单，而是一个得到美国授权、被美国武装的一个力量支点，更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枢纽。如果要把以色列当作地区的军事核心，那美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推动海湾国家和以色列加强合作。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搞出了亚伯拉罕协议，阿联酋、巴林先后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，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地缘政治最大的重组。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公开承认以色列，不再把巴以问题解决作为前提。第二任期，特朗普瞄准了沙特，因为沙特是他看中的中东的另一个力量核心。以色列和沙特两大核心必须实现关系正常化，否则地区支柱就立不起来，那就更别提建立什么新秩序了。出于这个考虑，特朗普给了沙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待遇，比如之前霍利军反复提及的给沙特铀浓缩活动开绿灯，还有不顾技术泄露的风险，顶着五角大楼内部担忧，力推向沙特出售 F-35。在国会试图切断对沙特的武器供应，以及终止对沙特在也门的支持时，同样是特朗普一力阻止。足以可见特朗普对沙特的重视。除了强化队友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控制攻敌的强度。特朗普为什么反复强调伊朗不能拥核？因为一旦伊朗拥核，力量的平衡就被打破了。之前他心心念念的是彻底打掉伊朗的核能力，大家都没有，中东就清静了。不过我们也能看到，伊朗的核设施藏在地下，处理起来却是棘手。所以他立马搞了第二条路，把沙特扶起来。虽然只是给民用核能开了绿灯，但仅仅是这一个信号，也足以起到威慑效果。伊朗那群小弟也不能放任，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美伊吸引的时候，美国反而有了更多操作空间。就拿真主党来说，3月以来，以黎谈判就没停过。6月26日，在美国的斡旋下，黎巴嫩和以色列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。协议内容很清楚，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上逐步撤军，黎巴嫩政府军接管这些地区，真主党解除武装。8月4日，双方在罗马启动第7轮直接谈判。以色列第一次放弃了先解除真主党武装再谈边界的前提，谈判直接进入技术细节。黎巴嫩甚至都选好了试点区域，先在宾特朱拜勒、西亚姆这些南部城镇搞。加沙那边也是同样的逻辑，谈判没停过。哈马斯已经率先做出了妥协，也给伊朗其他小弟打了个样。耗是耗不过美伊的，伊朗的书写也没那么牢靠，能做的只有低头投降。这么一套剧本下来，恐怕不少朋友都能看出一些端倪。这不就是中东版冷战吗？冷战那一套大家都很熟悉。1949年北约成立，1955年苏联联合东欧盟国成立华约，从此双方形成长期对峙，两边的成员内部同样矛盾重重，领土有争议，利益不完全一致，联盟并非铁板一块。可一旦出现共同威胁，原本分散的国家就会开始共享情报、统一标准、协调军备，再把各自的安全混进同一套体系。一个共同的敌人把所有人绑在一起。苏联既是华约的轴心，也是北约存在的理由。今天的中东当然不是简单的冷战复制品，因为伊朗没有苏联的全球实力，所谓的抵抗之狐也不是拥有统一条约、统一司令部的华约，只能算德黑兰的力量节点，但运行逻辑非常相似。美国是中东版北约的幕后操盘手，以色列是军事支点，海湾国家是财务和地面力量的提供者。这套架构的运转逻辑只有一个，伊朗必须是那个威胁。顺着这个思路看，中东眼下的局面就很清晰了。伊朗的存在确实让这些中东国家动起来了，不管他们有没有拧成一股绳，一个趋势是十分明朗的，共同抵御伊朗和那些小弟。比如之前就有消息传出来，在美伊动手的时候，阿联酋、巴林、科威特都悄悄动过手。再看现在的局势，最直接的就是沙特和胡塞武装。8月4日，胡塞又一次袭击了沙特，目标是西南部的纳吉兰机场。沙特不得不暂停机场运营。按照彭博社的最新消息来看，沙特虽然还在试图通过阿曼这个中间人来调解与胡塞武装的矛盾，
但是已经开始做军事准备了，甚至有消息传出来，沙特在准备地面战，双方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次反倒是美国出面了。路透社报道，美国官员私下敦促沙特暂时不要对胡塞发动大规模军事报复，因为担心冲突升级会进一步扰乱全球航运和能源市场。简单来说，要打可以，之后再打，现在先别急。与此同时，叙利亚也动起来了。据阿拉伯电视台报道，同样是8月4日，叙利亚军方宣布进入高度军事警戒状态，并向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增派部队。休假的军人也被命令立刻返回部队。原因很简单，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在叙利亚边境频繁活动。叙伊边境是伊朗向真主党输送武器的战略通道，曾经为抵抗轴心提供了大量支持。阿萨德倒台后，叙利亚当局一改往日政策，在这条通道上狠抓跨境走私，展开多次清剿行动。伊朗在这里的自由度大大受限。现在又动起来，要么是想重新打通这条补给线，要么是有别的什么企图。不管是什么心思，总归叙利亚当局不能容忍。他们已经发出警告，任何从伊拉克领土发动的攻击都将遭到报复。这次军事调动很明显就是做足了准备。相比伊朗，在另一条线上，叙利亚当局也做出了选择。根据路透社的消息，叙利亚已同意大幅削减俄罗斯原油进口，从而换取美国解除制裁。此前，为了维持对中东的影响力，俄罗斯在2026年增加了对叙利亚的石油供应，达到每天6万桶的水平，相比之前飙涨75%。随着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，俄罗斯自顾不暇的同时，7月初，特朗普也给出了信号，准备解除叙利亚的相关制裁，就看叙利亚如何行动。美国甚至没有提过要叙利亚停止对石油的采购，但叙利亚当局很上道，一接到这个信号，立马就表了态，说现在买俄罗斯石油完全是出于无奈，因为没有别的选择。他们正要对石油供应链进行改革，寻求别的能源合作伙伴。除了制裁，别的谈判也在进行中，比如怎么让俄军从赫梅米姆空军基地撤出。现在的叙利亚完全是在用行动向美国证明，什么俄伊那都是过去式了，他们要站的是美国这一边。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画面，地区国家正在自己动手对付伊朗，美国只需要做一件事，确保伊朗始终是那个威胁。特朗普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而作为美国打造的压力源，伊朗很清楚自己的处境，地区公敌，被制裁，被孤立，这个角色已经无法改变，那就不改了。伊朗的选择是拼一把，在这个角色里做到极致，让美国付出越来越大的成本，最终实现一个目的，让美国2选1，要么和伊朗耗下去，时间成本、弹药成本全都是问题，要么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，让伊朗收取通行费或者服务费。所以火力军才会在开头说，现在最不需要美国撤军的可能就是伊朗自己。只要特朗普还没有宣布撤军，只要美国还在这里和伊朗对峙，伊朗就能告诉全世界，我在硬扛美国压力，从而在舆论场上削弱美国的威慑力，取得谈判主导权。同时警告周边国家别轻举妄动，还能安抚国内民众。伊朗的行动也验证了这一点。过去几个月，伊朗天天喊着报复，喊着要给对等回应，给自己的定位一直都是报复性防御。然而就在7月下旬，伊朗不演了，一边主动出击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，一边给胡塞武装送人送武器送黄金。胡塞武装扭头就打起了沙特。照着这个趋势看，新伊朗民兵在叙利亚边境的行动很可能也有伊朗的影子。一切行动指向一个目标，在不触发全面战争的前提下，尽可能扩大冲突范围，提高美国的战争成本。到这里，大家应该看清楚了，为什么火力军之前说美伊像是在演戏？因为他们被困在了一场彼此都需要对方的对抗里。这场冲突早就不是传统战争了，如果单纯考虑军事上的成败，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。在这样一场非传统的战争里，常规的那些施压选项自然起不了太大作用。所以特朗普开始众筹，要找新的施压策略。要想如何破局，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：特朗普面对的困境到底是什么？不是打不赢伊朗，而是没时间。任何新秩序的建立都需要长达数年的时间，他想毕其功于一役，自然不太可能。现在他最多算是搞出来了一个雏形，需要时间才能固化。很明显，他没有这个时间。比起远方的中东新架构，摆在他面前的是如何度过11月的中期选举。偏偏伊朗已经粘到了身上，怎么甩都甩不掉，所以特朗普急了。其实一个破局的方向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，依然是回归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议题。据阿克西奥斯报道，美国、伊朗和阿曼已经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，目标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。根据正在成型的框架，霍尔木兹海峡会有一个60天的临时安排期，30天内清除海峡中部水雷。
进入波斯湾的船只走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，离开的船只走阿曼控制的南部航道，不收取通行费。如果按照这个框架走的话，特朗普完全可以宣布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霍尔木兹海峡危机，保障了全球能源安全，兑现了美国优先的承诺。地区盟友开始自己扛事了。不过，就算达成协议，这也是个临时安排，具体怎样还要看后续的60天。火力军觉得，比起这个方向，特朗普更希望的应该还是看着众筹得来的思路里，谁能给他一个更好的策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大家觉得按照中东现在的局势，特朗普应该如何破局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